美国是怎么从邦联制过渡到联邦制的？邦联制在确立过程中又曾遭遇过哪些困难？一期视频带你了解那场曾彻底改变了美国历史的制宪过程。邦联条例确实曾一度满足了大部分人的要求，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前，邦联政府的软弱与无能已让它形同虚设。即使是最坚定的邦联制捍卫者，也承认征税权的欠缺已成为现有制度下最致命的一个缺陷。而当大多数人，尤其是权贵阶层，都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政府，以脱离当下的困境之时，一场针对政府的改革行动也就此拉开了序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了，在早前的关税政策中就曾出现过他的身影。律师出身的汉密尔顿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天才。事实上，在邦联条例被通过以后，汉密尔顿就对松散和权力有限的邦联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和顾虑。弗吉尼亚议员詹姆斯·麦迪逊是汉密尔顿为实现政治改革而寻找到的一位重要伙伴。此前的关税政策中，他们也曾并肩作战。在麦迪逊的游说下，1786年，一场为讨论关于商业问题的州际会议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了。这场只有5个州代表参加的会议，随后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提案，那就是经由纽约州代表汉密尔顿所提议的，在次年费城召集各州代表开会，以讨论可使邦联政府的宪法足以应对国家急务所必须的新条款。1787年5月，来自12个州的55位代表齐聚费城，对美国历史意义极为重大的费城制宪会议由此召开。这场大会的整个议程，某种程度上是被准备充分的弗吉尼亚代表团所掌控的。大会一开始，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就提出了一个根基稳固的全国性政府应当由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的提议。由于与会的代表们都想从根本对体制进行改革，所以对于三权分立的这种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配置，各州的代表们并无太大分歧。他们争论的焦点随后集中在了立法部门中两院议员分摊的问题。建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国家立法机构的提案，也是由弗吉尼亚代表提出的。他的主要设计者就是詹姆斯·麦迪逊。弗吉尼亚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州，他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提议众议院中的议员应根据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而参议院的成员则由众议院选举产生。此提议一出，特拉华州、新泽西州等小州就不干了，他们直呼弗吉尼亚州为老六，因为照这个方式运行，众议院中最大州的议员数将会是最小州的10倍，至于参议院，小州更加没有席位可言。随后，以新泽西州为代表的小州，为避免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受大州摆布，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们提议要建立联邦而不是全国性政府，保留现有议院制立法机构，同时赋予其征税和监管贸易的权利。至于国会议员，每个州都应享有同等的议员数。除了立法机构的议员分摊问题以外，有关奴隶权利的问题也让各州的代表们焦头烂额。奴隶到底算是总人口的一部分，还是一种财产？一些拥有大量永久奴隶的州，比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认为奴隶既是人口也算财产。总之，这场会议中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加之受6月份燥热天气的影响，心烦意乱的情绪之下，这场会议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无休止的争论下，会中更有数个州的代表无法忍受而离开了会议。比如纽约州，最后只剩下了汉密尔顿一人参会。沮丧的汉密尔顿更一度表示，各州政客们的自私和狭隘，费城大会注定要失败。但好在这届大会的主持人是华盛顿，这个极具魄力和领袖气息的男人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这场本不受关注的会议，也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如期召开。这一年的7月，为解决分歧，大会决定组成一个由各州派1名代表参加的最高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由富有学识和充满人格魅力的弗兰克林担任。随后，委员会出具了一个被称为大妥协的方案。该方案最突出的贡献是解决了代表席位的难题。根据该方案，立法机构还是由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的人数根据各州人口决定。在计算代表人数和直接税时，奴隶将作为3/5个自由人，而参议院各州议员数则均为2人。委员会的提案之后成功打破了僵局。1787年7月16日，妥协方案被大会表决通过。
在立法机构的席位问题解决以后，议员们又通过了一个饱受争议的有关奴隶制的妥协方案。在当时，尤其是已经开始逐步取消奴隶制的北方州，他们视奴隶制为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但就拥有全美近90%左右黑奴的南方州而言，蓄奴制度是他们种植园经济的重要组成。在他们看来，取消奴隶制将会给他们现有的经济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摧毁他们现有的地位和财富。所以，就是否要对奴隶制进行管制的问题，南北双方争论不休。南方州为了维持奴隶制，更是扬言如果废奴，就绝不加入联邦。鉴于双方的争论太过激烈，会议之后出具了一个妥协方案，即有关奴隶制的问题，美国国会要在20年以后才可以行使相关权利。而当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奴隶制问题，虽确保了立宪的成功，但它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埋下了一个深刻的隐患。1787年9月17日，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39位代表共同签署了宪法，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由此诞生。也正如富兰克林在闭幕大会所说，这部宪法或许不是最好的，但目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诚然，美国宪法确实还遗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它给美国甚至是世界宪政史带来的进步和积极影响仍旧是非常巨大的。主权在民、宪权政府、三权分立是美国宪法最鲜明的特点。虽然那时美国公民的定义还非常的狭隘，公民的选举权也非常的有限，但至少那时的美国人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地方和中央都不享有真正的主权，真正的主权在人民手中。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法律经国会同意才能生效，总统则有权否定国会议案的权利，而最高法院又受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控制。3个机构间的相互制衡，不仅极大地避免了美国出现可怕的专制，它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因过度民主而引发的民众暴乱。美国宪法的出现显然远超当时人们对费城大会的期望。代表们不是简单的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而是制定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有关政治形势的新方案。为了能让美国宪法更加顺利地被通过，参与立宪的代表们之后还决定，只要13个州中有9个州批准宪法，那么新政府就可以成立。虽然宪法的拥护者有很多优势，比如他深得2位杰出的领导人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支持，但反对宪法的人也不在少数。支持宪法的人为了证明他们不会致力于打造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他们自称为联邦主义者，而反联邦主义者出于对新政府会是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专制的担忧，于是便在民间制造恐慌。他们宣称宪法已经违背了革命最初的原则，新政府会实现独裁、增加税收、毁灭各州、终结个体的自由。而反联邦主义者虽说了一堆反对宪法的理由，但事实上，他们反宪法最核心的理由是宪法缺少了权力法案。反联邦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集权政府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唯有制定权力法案，划清个体与政府间的权利与职责的界限，宪法才值得被信任。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间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2种恐惧的争论。前者担心的是一个无序和混乱的社会，因此迫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创造稳定局面的新政府；而后者虽也认同他们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新政府，但同样的，他们也恐惧着集权所蕴藏的风险。曾经宗主国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都还烙印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故事的最后是联邦主义者获得了胜利。1788年6月，借由新罕布什尔州批准宪法，成为美国第9个批准宪法的州。美国宪法的生效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1789年初，新政府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选举，制宪会议的主持人华盛顿毋庸置疑地成为了首任美国总统。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职，美国历史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存在于1789年到1791年的第1届美国国会也尤为值得一提，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宪会议的延续。这届国会最卓越的贡献是完成了权利法案的制定，填补了早期宪法中的各种漏洞。美国如今所谓的权利法案，正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前10条，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对政府的限制。
关于司法权的问题，这届国会还通过了司法条例，确定了最高法院有审查各州法律合宪性的最终决定权。司法条例深远的意义在于，联邦法院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认，而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显然也更能保障其司法效率和公正性。事到如今，美国司法制度虽有过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原则依旧没有改变。而美国宪法虽解决了诸多政治哲学问题，但对于有些现实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就比如急需新政府解决的严峻的经济问题。也是在此过程中，一场不同于以往的纷争也将向这个新政府袭来，一个对美国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全新因素即将出现。